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辈子接触过数不清的阿公阿姨，我深深发现，大家晚年最煎熬、最磨人的往往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病，而是一晚上要爬起来好几次的频繁夜尿。你是不是也正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才刚躺进温暖舒服的被窝，打算好好睡一场安稳觉，眼皮才刚刚合上下腹部，就传来一阵明显的坠胀感，只能万般不情愿地离开暖烘烘的床铺，摸黑走到卫生间，好不容易解决完生理需求，再回到床上躺下时，大脑却彻底清醒过来，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等到天亮。很多长辈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无奈地跟我说，这就是人老了的正常现象，根本没办法改变。但我今天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频繁夜尿不只是单纯让你睡眠不足这么简单，它更是在一点点消耗你的生命力，破坏你的身体状态。大家仔细想一想，半夜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若是家里光线不够明亮，或是地板不小心沾到水有点滑，一不小心摔一跤该怎么办？这对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跌倒造成的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且长期被夜尿打扰，还会让血压变得不稳定，记忆力越来越差，甚至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心情也容易变得烦躁郁闷，看什么都不顺心。这真的不是衰老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提醒你该好好调整状态了。请大家一定要耐心把这支影片完整听完，因为如果你只听到一半就走开，很可能会选对了调理的食物，却搞错了食用的时间，反而让夜尿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让原本就混乱的睡眠变得更差。今天我不讲任何艰深难懂的医学大道理，只教大家用生活中最平凡常见的地瓜，配合符合身体规律的作息与饮食方式，稳稳帮你找回深夜的平安与安稳。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方便你第一时间接收最专业、最实用的健康保养建议。我也想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认真收看。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麻烦在评论区留言数字1，如果你觉得暂时还没有帮助，就留言数字0，让我知道你们的真实感受。在正式教大家怎么正确吃地瓜、调理夜尿之前，我必须先打破一个在长辈群体中存在很久的错误观念。很多人觉得活到70、80岁的年纪，晚上起来排尿3、4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觉得年纪大了就该这样。但我明确告诉大家，我在诊间接触过很多年近80岁的长辈，他们依然可以一觉安稳睡到天亮，中途完全不需要起床跑厕所。这其中的关键差别往往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你日常的生活节奏和饮食顺序是否合理。当我们的年纪慢慢变大，身体这台精密机器的调节能力确实会变慢变差，但只要你掌握了正确温和的方法，就能帮助身体重新找回平衡稳定的状态。地瓜在我们台湾是大街小巷、菜市场随处都能买到的好食材，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可你要是吃错了时间，用错了方法，它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可若是吃对了时间，用对了方式，它就是帮你平稳血糖、调节体内水分代谢的秘密武器。如果你正被频繁夜尿的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请在心里跟着我一起把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我们不只是要单纯改善夜尿的问题，更是要通过最简单的饮食调整，把身体紊乱的代谢时钟拨回正确的位置。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改变方法。第一招也是最基础核心的一招，就是把你每天的早餐换成一颗大小适中的蒸地瓜。可能很多长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早餐吃什么会跟半夜的尿液有关系呢？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晨间连锁效应。
我们很多长辈早餐都习惯吃热腾腾的稀饭，搭配咸香的酱菜，或是去巷口早餐店买馒头、包子、油条这类食物。这些东西虽然吃起来很香很顺口，但它们都属于精致淀粉类食物，你一吃进肚子里，血糖就会像云霄飞车一样快速冲上去，随后身体又要赶紧分泌胰岛素把血糖压下来。这种大幅度的血糖波动会让你的肾脏一直跟着加班工作，一整天都处于紧绷劳累的状态。到了晚上，肾脏原本该停下来休息，却因为白天过度劳累无法放松，尿液自然就会变得频繁停不下来。地瓜就完全不一样了，地瓜含有大量的复合淀粉和丰富的纤维质，它能让身体的能量释放变得非常缓慢平稳。你可以把地瓜想象成缓慢燃烧的优质柴火，能持续稳定提供能量，而不是一点就爆，瞬间燃尽的火药。早上吃一颗地瓜，分量大约在150克到200克左右，就刚刚好。最好再搭配一颗水煮蛋和一点点新鲜的青菜。这样的早餐组合能让你的身体在白天的代谢状态非常平稳。当白天的身体节奏稳住了，你的肾脏就像白天准时完成工作下班的员工，到了晚上才有足够的体力好好休息。我建议大家清洗干净后，连皮一起蒸来吃，因为地瓜皮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能更进一步帮助肠胃消化吸收。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不是要你额外多吃一颗地瓜，而是要用它取代你原本吃的白饭、稀饭或是白馒头。坚持连续尝试2个礼拜，你会发现不只是白天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连半夜那种急促难忍的尿意似乎都变得温和缓和了不少。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这位伯伯叫做王金荣，今年69岁。他第一次来找我咨询的时候，眼眶发黑，面色暗沉，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精神差到了极点。王伯伯跟我说，他真的快要崩溃了。他不是害怕生病，而是害怕每天晚上要起来4、5次排尿，每次尿完回到床上，想到第二天还要帮儿子照顾小孙子，心理压力大到根本没办法再次入睡。王伯伯过去几十年的早餐习惯，都是早上起来先吃一大碗稀饭，搭配豆腐乳。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这样吃，肯定不会有问题，却没有意识到，随着年纪不断增长，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多快速波动的糖分了。我当时只给他一个简单的建议，把每天早餐的稀饭换成一颗蒸地瓜，再搭配一杯无糖豆浆。刚开始的第1周，王伯伯还觉得很不习惯，总觉得没吃到热腾腾的稀饭，心里空空的不踏实。但我一直鼓励他再坚持一段时间。到了第3周，他再来回诊的时候，脸上的神采和气色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饱满。他开心地跟我说，虽然晚上还是会起来排尿，但次数从原本的4、5次明显降到了2次左右。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早上起床后脚步变得轻快，不再像以前那样头重脚轻，腰酸背痛，浑身难受。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个小小的早餐习惯改变，就能启动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王伯伯的案例清楚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颗平凡普通的地瓜，它能帮你省下的是最珍贵的睡眠时间和对生活的热情与活力。接下来我们要谈第2招，这个方法对很多台湾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一点点调整和改变，但实际带来的效果真的非常惊人。那就是把晚餐的时间提前，并且用一部分蒸地瓜替代晚餐的白饭。很多长辈都是非常顾家的人，为了等待下班晚归的子女一起吃晚餐，往往拖到晚上7点甚至8点才开饭。大家仔细想一想，你晚上8点吃完晚餐，10点半到11点就要准备睡觉了，这中间间隔的时间还不到3个小时。当你躺下来准备睡觉的时候，肠胃还在不停翻滚消化食物，肾脏正忙着处理晚餐带来的多余盐分和水分。
这时候你的膀胱怎么可能安安稳稳不产生尿意呢？我教大家一个提早晚餐的方法，尽量在晚上6点半之前就把晚餐吃完。在主食的部分，如果你平常吃1碗白饭，那就改成半碗白饭，搭配半个蒸地瓜。地瓜里面含有的钾离子，可以帮你把白天身体多余囤积的钠盐代谢排出体外，这就像是帮身体的排水系统做一次温和的微调。晚餐的配菜一定要简单清淡，像是清蒸鱼、凉拌豆腐或是烫青菜都非常合适。千万不要吃太重口味、太咸太油的食物，因为盐巴会锁住身体里的水分不放，让你半夜不断想跑厕所。有些人会问，地瓜吃了不是容易肠胃胀气吗？所以晚餐的地瓜分量一定不要多，而且要彻底蒸透蒸熟。当你提前吃完晚餐，并且选择了容易代谢的淀粉类食物，你在入睡前身体其实已经处理完大部分的负担了。这样一来，你的睡眠深度会明显增加，大脑对尿液的感知阈值也会提高。也就是说，可能膀胱里有一点点尿液，但因为你睡得很沉，身体觉得不需要把你吵醒，你就能顺利安稳地睡到快天亮。这其实是一门减法的养生艺术，减少身体的夜间负担，才能换来平静安稳的夜晚。第二位我想分享的是李招娣阿姨，她今年71岁，身材瘦小，但平时非常有活力，每天都在家帮忙照顾小孙子，打理家里的大小事情。李阿姨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是一个家庭观念特别重的人，一定要等到全家人都到齐，大约晚上快8点的时候才肯坐下来吃饭。她跟我诉苦说，她每天晚上要起来排尿5次，几乎每2个小时就要醒1次，根本睡不了完整的觉。她说，林医师，我白天带孙子已经很累很辛苦了，晚上还要被夜尿这样折磨，真的觉得自己老得特别快。我看着李阿姨疲惫的样子，心里觉得非常不忍心。我建议她，虽然想要跟家人团聚一起吃饭，但她可以先在傍晚6点左右，自己先吃半颗地瓜和一点烫青菜垫，一垫肚子，等到家人都回来的时候，她只喝1小碗清汤，陪着大家坐着聊天就好，不用再跟着吃一顿完整厚重的晚餐。李阿姨听完后乖乖照着做了，她把原本厚重油腻的晚餐改成了时间更早的清淡轻食，加入地瓜来增加饱腹感，避免肚子饿。2个礼拜之后，她开心地跟我说，那种被尿意突然憋醒的惊恐感少了很多，夜尿次数从5次直接减少到2次。虽然只是少了3次，但对一个70岁的老人家来说，这代表多出了整整3-4个小时的深度睡眠时间，对身体的恢复至关重要。李阿姨高兴地跟我说，她现在早上起来帮孙子泡奶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头晕目眩站不稳了。这个案例明确告诉我们，家庭聚餐团聚固然重要，但自己的身体节奏和健康更加重要。适度做出调整和改变，不仅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也能更有品质、更有精力地陪伴家人。现在我们要进入更进阶的2招调理方法。这2招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来挑选使用。第3招是地瓜杂粮粥。如果你觉得单纯吃蒸地瓜有点太甜，或是你白天容易觉得口渴心烦、身体燥热，你可以尝试在中午的时候煮一碗地瓜粥，里面加一点点红豆。红豆有很好的利水消肿效果，能帮你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在白天就及时处理排出。很多人夜尿频繁的原因就是白天的水分代谢排不干净，堆积在下肢部位，等到晚上躺平睡觉的时候，水分才回流到肾脏里，导致夜间尿意变多。所以我们利用地瓜补气、红豆利水的特性，在白天就把水分代谢的问题解决掉。建议每周吃2到3次就可以，不用天天吃。讲完了这招在白天帮身体排水代谢的方法，接下来这一招我要特别送给那些一到晚上就觉得身体冷冰冰怕冷的朋友。第4招是专门针对体质虚寒朋友的调理方法，就是地瓜搭配黑芝麻粉。
如果你平常非常怕冷，半夜起来排尿的时候，手脚冷得像冰块一样，而且尿液颜色很淡，量很多，那你可能属于中医所说的肾气不足的情况。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在傍晚5点左右吃一点烤地瓜，上面撒上一点点无糖的黑芝麻粉。黑芝麻入肾经，有温和滋补的效果，地瓜则能为身体提供稳定持续的能量。这种吃法能帮你温暖下腹部，当膀胱周围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好，局部温度升高，它的容量感应就会变得正常，不会因为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这2招进阶方法的关键都在于食用时机。地瓜红豆粥要放在中午吃，帮你白天顺利排水代谢；黑芝麻烤地瓜要放在傍晚吃，帮你晚上温暖肾脏，稳定状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2招都属于辅助调理的方法，核心还是我们前面说的早餐替换和提早晚餐。大家要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判断自己是属于燥热型体质还是虚寒型体质。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体质，可以先从最简单的蒸地瓜开始尝试。只要你开始留意自己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和对应的时间，你就已经在掌握自己的健康密码了。这4招地瓜的正确用法结合起来，就像是一张守护你夜晚睡眠的安全网，把那些不必要的干扰和夜尿困扰都过滤掉。讲了这么多实用的方法，我想让大家明白背后真正的道理。夜尿频繁不单单是膀胱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的循环代谢出现了差错。你可以把身体里的血管想象成公路，血液是公路上行驶的车流，而肾脏就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过滤处理站。当我们白天摄取了太多的盐分、糖分，或是长时间坐着不动，缺乏活动，水分就像是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堆积在下肢部位。等到你晚上躺下来睡觉的时候，重力的影响消失了，这些堆积在腿部的水分就会重新回到血液循环当中，全部涌向肾脏门口排队处理。这时候肾脏这台处理机器明明该关机休息了，却突然迎来一波大量的水分流量，它只能迫使你起床去厕所排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地瓜的重要性。地瓜能平稳血糖波动，平衡身体的钠钾水平，丰富的纤维质促进代谢，这些作用都是在帮身体的循环道路保持通畅，让肾脏在白天就能轻松高效地完成工作。当你调整了饮食节奏和时间，你其实是在告诉大脑，白天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晚上我们可以安心进入身体修复模式。这不是什么神奇的偏方，而是符合人体规律的生理学知识。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你吃地瓜的时候会更有信心，因为你知道每一口都在帮助你的身体找回原本平稳健康的节奏。当然，再好的食材，吃错方法，搞错时间也会出现问题。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吃地瓜保养血管。调理夜尿时最容易犯的3个错误。第一点是食用过量。地瓜虽然对身体好，但它毕竟属于淀粉类食材。我有的病人听我说地瓜好，早餐吃2大颗，午餐又吃地瓜饭，结果导致血糖反而升高，给身体带来负担。请大家记住，地瓜的分量大约就是一个拳头大小，一天吃1颗到1颗半就足够了，千万不要贪多。第二点是食用时间太晚，这是最致命的错误。如果你晚上10点肚子饿，觉得地瓜健康，就去便利商店买1颗来吃，那我保证你那天晚上绝对会起来尿更多次。地瓜含有天然糖分和水分，太晚吃反而会刺激尿液生成，加重夜尿问题。第3点是额外添加大量糖分，有些人喜欢吃拔丝地瓜，或是在地瓜粥里加很多砂糖，这样的做法完全破坏了地瓜稳定血糖的好处，反而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反应，得不偿失。此外，有4种人群吃地瓜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慢性肾脏病患者。地瓜含有较高的钾离子，如果你的肾脏过滤功能已经受损到一定程度，过多的钾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甚至引发心律方面的问题。食用前务必咨询你的主治医师。第二是容易肠胃胀气的人，地瓜膳食纤维含量高，如果肠胃本身就不舒服，要先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一定要蒸得透烂。第三是血糖控制极不稳定的人群，虽然地瓜能平稳血糖，但还是要搭配蛋白质一起吃，不能单吃地瓜当作一餐。第四是胃食道逆流严重的人，甜度太高的地瓜可能会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尽量选择口感较松、甜度较低的地瓜品种。我希望大家是聪明理性的吃地瓜，而不是盲目跟风乱吃，了解自己的体质，避开这些错误雷区，地瓜才能真正成为你的健康好帮手。除了正确吃地瓜之外，还有3个小习惯，一定要配合坚持，效果才会更好、更明显。首先是调整喝水的节奏。我经常跟老人家说，要把一天当中80%的水分在下午4点前喝完，过了晚上7点，除非你真的觉得非常口渴，否则只要小口沾湿嘴唇就好。不要像年轻人那样咕噜咕噜大口灌水。其次是傍晚适度散步，傍晚5、6点去公园或是小区里走一走，活动一下小腿肌肉。小腿被称作我们人体的第2颗心脏，通过走路产生的帮扶作用，可以把堆积在腿部的水分赶回循环系统，让你在睡觉前就通过正常的排尿处理掉。最后是做好下半身保暖。很多阿公晚上睡觉不喜欢穿袜子，或是被子没有盖好腰腹和脚部，一旦腰部或脚部受凉，血管就会收缩，进而刺激膀胱产生尿液。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寒从脚下起。睡前用温热水泡泡脚，穿上一双松紧适中的棉袜，对减少夜尿非常有帮助。这就像是盖房子，地瓜是优质的好砖块，而这些生活好习惯就是水泥，两者完美结合，你的健康之屋才会稳固结实。我常常鼓励我的病患，给自己30天的时间去体验身体的变化，这不是变魔术，而是一个去除旧习惯，建立新节律的循序渐进过程。第1周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你要改变多年的早餐习惯，还要提前吃晚餐，这时候效果可能不太明显，甚至因为地瓜纤维较多，排便次数变多，请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肠胃在清理垃圾、恢复健康的正常表现。第2周，你会发现白天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得稳定，中午饭后昏昏欲睡的感觉减少了，半夜起床排尿的次数可能从4、5次降到3、4次。更重要的是，尿完后你会发现自己比较容易再次入睡，不会清醒很久。第3周，配合着傍晚散步和晚间控制饮水，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新的健康节律。这时候很多人会惊喜地发现，竟然可以连续睡4、5个小时都不用起床，早晨醒来时不再觉得腰酸背痛，眼睛也更有神采。第4周就是收获成果的季节，当你的睡眠变得有品质，你的血压会更平稳，心情也会变得愉悦开朗。这时候地瓜已经不再是调理的食材，而是你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能从每晚起夜5次变成只需要起来1次，甚至完全不用起床，你的人生会发生多大的改变？你会更有体力去旅游散心，更有耐心陪伴孙子家人。这份健康安稳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珍贵财富。最后，让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地瓜4招调理法。第1，早餐改吃1颗蒸地瓜，搭配优质蛋白质。第2，提前吃晚餐，并用部分地瓜取代白饭。第3，中午可适量食用地瓜、红豆粥，帮助身体利水代谢。第4，体质虚寒的朋友，傍晚可吃烤地瓜搭配黑芝麻粉，温暖身体。各位朋友，我今天苦口婆心地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是因为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大家在晚年被夜尿这种小事折磨得身心俱疲。我们都想要优雅从容地老去，而不是在频繁的尿意中焦虑不安。我想告诉大家，
衰老是自然无法避免的过程，但病痛和不适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对大自然赐予的食物多一点敬畏之心，对自己的生活节律多一点自律坚持，身体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健康回报。这颗小小的地瓜承载的是台湾这片土地的生命力，也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智慧。今晚睡觉前，请先静下心来，感谢你的身体陪伴你走过这么多年的岁月。明天早上起来去菜市场买几颗新鲜的地瓜，开始你的30天睡眠拯救计划。不要着急，慢慢来，哪怕只是从5次减少到4次，那也是值得开心的进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家人也正因为夜尿频繁而烦恼，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这可能就是他找回健康、找回生活尊严的关键转折点。我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提供最实用、最温暖的健康建议，照顾好你的血管，照顾好你的肾脏，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充满阳光与安稳。祝大家每一晚都能拥有香甜平静的好梦，我们下次再见。